哥哥，这不就是你想要的结果？宫哥哥，我做的一切都是为了你。他已经走了，你为什么不能看看我？你也配提江离？你可以恨我，也可以报复我，但是宫哥哥，能不能洗完澡之后再碰我？准备好迎接他的怒火吧。媚儿，你没事吧？媚儿，少废话，设备调整好了吗？你放心，很清晰。功课做得很足，但你也配闻他的胎记吗？喂，宝贝，任务完成。你妈已经死了。你说什么？你妈已经死了。你说什么？你想知道的事情，我明天会告诉你。的事情你先配合我一下。你昨晚的表现让我很满意。今天跟我回家，后天大婚一起去现场。好。你有10分钟时间穿好衣服。昨晚你的表现让我也很满意。我跟他回去可以，但是我要先见到我的母亲。你有什么资格跟我讲条件啊？你快点回去吧，不要让我的宫宴哥哥应急。少爷，您回来了。把车开到车库。我回卧室打个电话，你先在这。妈妈，要不我们聊聊？真好看，不知道我出嫁那天会不会也这么好看？你喜欢那个张子枫？不告诉你，提前恭喜你，今天过后你就自由了。好戏也要开始了。搞定。是啊，好戏才刚刚开始。让我们以最热烈的掌声欢迎新娘入场。Through it all, my eyes are on you. And through it all, it is well. 龚先生，您愿意娶江小姐为妻吗？我不愿意。龚先生，您愿意娶江小姐为妻吗？我不愿意。龚哥哥，你就这么不想和我在一起吗？哎呀，梅儿，你怎么了？红叶，这是怎么回事？我愿意。停！亲家，这是什么情况啊？昨天江妹不是在我们家吗？怎么在你家？明明她昨晚在家过的夜。今天早起来，
早早就出发来到酒店。媚儿，你那么早出来，怎么才到这儿啊？我今天很早就来酒店了，但是我刚刚上厕所的时候，不知道是谁把厕所的门给堵上了，连我也是刚刚他们才把我放出来的。红颜，这台上那个人是谁啊？我怎么知道？再说了，反正是联姻，娶谁不赢？放肆！红颜，江家就这么一个女儿，什么叫娶谁都一样？红颜，欺人太甚！据我所知，我家媚儿苦苦追了你3年，你怎么能说出这种话？本来就是商业联姻而已，您何必这么认真？红颜，你跟爹说实话，你昨天说带回的人是不是媚儿啊？他俩长得这么像，我怎么分得清？你认不清，我来认。台上这个女人，你到底是谁？我谁也不是，只是因为和他有7分相像，我就受雇于江妹，代替他去酒店陪龚先生陪侍。你胡说！我整个镇江市谁不知道我非常爱龚哥哥，我好不容易才得以嫁给心爱之人，我又怎么会让你顶替我呢？龚老板，侮辱我的女儿，就是折我江振南的脸。我江家日后与你龚家不死不休。别生气呀！如果今天的事是龚烨所做啊，我一定给你老江家一个交代。龚烨，你今天如果不把这个事情给我解释清楚，你就别想再染指龚氏集团。龚烨，你今天不给我一个合理的解释，你就别想再染指龚氏集团。龚家家主是真动怒了。谁不知道他家就这么一个独子？自从他妻亡后啊，就再也没有娶过妻了。解释？难道不是应该我要个解释吗？前一天晚上，我和媚儿在斯维纳酒店共度良宵，今天却告诉我娶的这个人不是媚儿。那如果你是真的，你告诉我，那天我跟谁在一起？我不知道呀，但是斯维纳的经理告诉我了，他说前一天晚上你和一个女人在套房待了1晚，但是我去问了登记信息，她的名字叫江雨柔，而不是我江妹。果然天下乌鸦一般黑，这龚大少看着挺正经，居然临大婚了还出去偷腥。哎，江家呀，要钱有钱，要势有势，江妹更是一个大美女，真是身在福中不知福哟。巧了，今天斯维纳的老板也来了，要不让他说说？龚少确实那天跟了一位姑娘到了我们那儿过夜，前台也以为是江大小姐，就没太注意。龚烨，你好大的胆子啊你啊！但江小姐那天也在斯维纳和张家大少在一起。江小姐那天也在斯维纳和张家大少在一起。应该啊，张家虽然也是镇江市的顶级家族，但跟龚家差的不是一星半点。哎，这更何况啊，那张家大少爷到处沾花惹草的性格，还有那惨不忍睹的长相。我当然要去，如果我不去的话，我又怎么会发现是这个女人的存在呢？龚哥哥，你可以不爱我，你也可以出去找别人，但是我的婚礼，你怎么可以让其他人来顶替我呢？大家都知道，媚儿这些年只娶过一个人，那就是龚家大少。我当时去的时候也是受媚儿所托，本来想直接冲进去，但是媚儿心软，没有打扰龚大少的雅兴，只是在隔壁房间一直等到2个人走，一夜未睡。这龚家联姻，强强联合，本来是好事儿，这下全毁在龚大少手里。哎，可不是，之前呢还觉得龚少也是一个年轻才俊，这回一看，也只不过是一个不知轻重的花心大少而已。龚烨，你是不是觉得我女儿非你不嫁，你就可以这么胡作非为？听着，我一定给你一个交代。你是不是觉得我女儿非你不嫁，你就可以这么胡作非为？龚烨，从今天开始，罢免你的家族继承权，同时卸任你身上所有责任。我知道了，那这个婚还继续吗？顾燕怎么想的呀？哎，你想想3年前的事，
那今天呢，能做出了这种事儿也不意外。你这个逆子啊！你今天的脸周的还不够吗？啊！你还不给我滚下来！我觉得呀，凡事都要有始有终，要么让江妹上来，要么我娶眼前这个姑娘为妻。反正对我而言，娶谁都一样。况且那天晚上我什么也没有做。我愿意嫁给宫哥哥。梅儿，你没关系的，我只要能嫁给宫哥哥，这点委屈不算。妹儿，你亲家，我向你保证，婚后我一定好好管教这个逆子。我也答应你，妹儿和他只要有了孩子，只要是男孩，我将会把宫氏集团的继承权给他。只要是男孩，我将会把宫氏集团的继承权给他。好，你记住你说的话。这宫家两家联姻，势在必得了，我看。江家无子，宫家将继承权给到未出世的孙子，到时候两家一合并，这镇江市就是他们两家的。来人，台上这个冒充我女儿的拖下去。梅儿，你也去准备准备，咱们婚礼马上开始。我不同意，妹儿，我只有实质性的证据，你别嫁给他。小兔崽子，这没你说话的份儿。张大少这是失了智了吗？他从哪能比得上宫大少啊？我看江小姐不可能喜欢上他。我看未必。这宫少啊，去酒店的时候，要不然怎么这么巧就碰到他俩在？放肆！洗洗脸看看，你什么德行，配得上我的女儿？给我坐下！凭什么？我有证据。我洗洗脸看看，你什么德行，配得上我的女儿？你给我坐下！凭什么？我有证据，宫宴和那个女人的证据。这个张子枫也是看不出来一个眉眼高低。那可不一定。如果没有实锤，这两家呀就都不知道怎么回事；如果有实锤，那这性质啊就变了。张子枫，你要干什么？妹儿，你不能嫁给他，你嫁给他，这辈子都不会幸福的。你给我回来！暂时不动。这下宫宴成千古罪人了。镇江市第三家张家也不想让他们两个合为一体，不然呐，他们永无翻身之日。你看看你儿子做的好事儿，你逆子啊！宫哥哥，你为什么宁愿找一个我的替代品，也不愿意和我在一起？我此时是不是应该慌张地说一句：“我以为那是你啊？”我这个时候是不是应该慌张地说一句：“我以为那是你？”宣不服。虽然我张家相比于宫家稍逊一筹，但也是镇江市的第30家。宫家能给的，我张家也可以。高老板，这件事情我不再追究了，这场闹剧咱们就到此为止吧。我江家还要这张老脸呢。老江，这件事还有回旋的余地。还有什么回旋余地？我们江家在镇江的脸都丢尽了呀！我跟你说呀，我还有一个儿子。来吧。这不他家管家的孩子吗？他家管家当时都60多岁了，你脑子想想也知道，是私生子。这是我二儿子宫羽。这些年呢，我事务繁忙，一直没有和他母亲公布，一直以宅内管家之子的名义留在我身边。只要妹儿同意和他完婚，我宣布昨日我和他母亲完婚，同时今日以后，我安排雨儿接手集团。只要妹儿同意和他完婚，我宣布昨日我和他母亲完婚，同时今日以后，我安排雨儿接手集团。梅儿，虽然宫家二少刚认了门楣，但是他日后一定是公司集团的继承人，跟他联姻，不知道你愿不愿意？如果你不愿意的话，我绝不会逼你。果然是私生子啊！可不是，不过按照江家大小姐那孤傲的性子，怎么会看上一个私生子？宫哥哥，我再问你一遍，你对我有情意吗？从前没有，现在没有，
以后更不会有。你为了他，连公事也不要了吗？一个公事而已。好，父亲，我愿意和宫二少成婚。这宫大少不是傻了吧？宫氏这么大家族，他还敢放弃？都说呀，这江家大小姐娇蛮任性，也不知道她怎么回事，就能看上一个私生子。鱼儿，你呢？都听父亲的。好，媚儿，你不是说只要我帮你，你就嫁给我吗？媚儿，你不是说只要我帮你，你就答应嫁给我的吗？够了！老张啊，你的儿子你管不了，我来替你管。够了，老子的脸都让你丢尽了。父亲，父亲，你是知道的，江梅答应过我，只要我帮她对付宫夜，她就答应嫁给我。你快跟他们说呀！来人，把这个不成器的带走。对不住了，二位家主，我儿实在太喜欢江小姐了，一看见江小姐结婚，一时间胡言乱语，还请二位家主不要怪罪。证据，我有证据，你们听。证据呢？梅儿，你今天早上跟我借手机，就是为了销毁你答应我的证据，是不是？梅儿，你今天早上跟我借手机，就是为了销毁你答应我的证据，是不是？张子枫，你不要血口喷人。我跟他关系是很好，我是把他当成我的好朋友，但是你一而再再而三的污蔑我，你是不是觉得我江家很好惹啊？我不知道我未来的妻子怎么得罪了你。如果你再纠缠下去，我不介意在进入宫室以后，从商业角度跟你探讨一二。够了，你丢人丢的还不够吗？难道要把张家都赔进去吗？这就是镇江市第一财阀的手段吗？我张子枫今天就认栽，也怪我癞蛤蟆想吃天鹅肉了。爸，对不起，我给张家蒙羞了。此事已经告一段落，请大家稍微坐那儿休息一会儿，等一会儿我女儿换完婚纱，咱们婚礼继续。抱歉，耽误大家时间了，抱歉。你们两个还不赶紧给我下来！这场婚宴的主角不是你们了。二位家主，对不住了，犬子一定是让猪油蒙了心，所以刚才做出大闹庆典的荒唐行径。江老、宫老，还希望你们不要跟他一般见识。不知道张大少要找的是不是这段录音？不知道张大少要找的是不是这段录音？只要你帮我把宫宴从宫家继承人的位置上拉下来，我就答应跟你在一起。这声演绝对是江媚儿。这傻小子还真被江媚蛊惑了。你也知道，我追求了他这么久，结果他还一直想着那个狐狸精。媚儿，这是怎么回事？还是我来说吧。3天前，他找到了我，并且绑架了我的母亲。他要求我到酒店去陪宫少陪睡。我看你是不想你母亲活命了。你要对我的妻子做什么？我的母亲不是早就死了吗？你最好注意点，你的母亲还活着。你这个逆子，你再不把这个女人带下去，我将你从宫家除名。你最好老实点，你母亲还活着。你这个逆子，你再不把那个女人带下去，我就将你从宫家除名。那就把我逐出宫家吧。你怎么连一点亲情啊，一点脸面你都不要了你呀？亲情？你们都有亲情吗？今天的一切都是你背后的谋划。麻烦父亲大人好好看一看，今天这个局就是给我设的，我也只不过是顺水推舟而已。不许你们污蔑我女儿！我有没有胡说，你心里面自己清楚。江振南27年前迎娶苏氏集团第一大小姐，随后吞并苏家产业，一跃从三流公司变成了镇江市第一财阀。你的女儿继承了你多少的阴住口啊！你这个逆子啊你呀！既然都很好奇我是谁，那就好好看看我是谁吧。
是你？是你？好久不见。是你？妈妈，灵儿，是你？她不是3年前就死了吗？江家真正的大小姐。不可能！3年前我亲眼见你落下悬崖，你不是江离，你是索命的魔鬼！魔鬼！我的好妹妹，好久不见。你回来了。你别以为我不知道，你早就知道是我回来了。灵儿，你回来为什么不来找爸爸？好久不见。好久不见，我失算了？失算，我根本没有失忆。那不重要，重要的是，我也将迎娶江家的大小姐，而且也剥夺了她的继承人之位。现在的我要比她强，那就恭喜你了。既然你回来了，有些事情我还是要做的。来人，把江妹给我按住。来人，把江妹给我按住。逆子，你是要干什么啊？你们这帮饭桶也不知道是谁在给你们发工资吗？蹲下！吃的又不是你公家的饭，为什么要听你的话？你，宫燕，你好大的胆子！你居然敢背着我自立门户啊你啊！你要敢动我女儿一下，我一定让你后悔！真的，快救救女儿啊！江小姐，你还记得之前我在酒店跟你说过的一句话吗？我蛰伏了3年，就是为了要当着她的面告诉你，你也配闻她的胎记吗？龚城长，他要敢动我女儿一下，我跟你们龚家不死不休！江离，你要敢让他碰媚儿一下，我就将你逐出江家！宫燕，你信不信我给你逐出家门，也包括你那个多年昏迷的母亲？那就求你把我逐出宫家吧。宫燕，你要想清楚，那你后半生要在监狱中度过吗？宫燕，你要想清楚，那你后半生要在监狱中度过吗？我的哥哥，你好好想想，这下下去了，你就又和嫂嫂分隔两地了。宫燕，别，我的宫先生，你动动脑子想想吧，一个连我死了都要恨我的人，又怎么会在身上闻属于我的胎记？只要能得到宫宴，我闻了又怎么样？我的好妹妹，你说这话骗得了别人，可骗不了我。你什么意思啊？我的意思是，现在应该有不止一台的摄像机对着宫宴吧？你在说什么？我听不懂。我的好妹妹，就你这种栽赃陷害的小把戏，都是姐姐玩剩下的。你们四处搜搜。就你这种栽赃陷害的小把戏，都是姐姐玩剩下的。你们四处搜搜。这儿有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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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这儿也有，这里也有。真是好算计啊！得不到就毁掉。我是想毁掉你，我巴不得你永世不能翻身，再也没有回到宫家的机会。我的宫先生，你真的以为你人见人爱吗？江妹她口上说着喜欢你，心中却另有其人。我确实是为了你才将她赶出江家，但我不是为了得到你，我是为了毁掉你。把那纹身擦了吧，你自己不觉得恶心吗？我的好姐姐，要怪就只能怪你，你喜欢上了宫家的男人。你有你爱的宫先生，我也有我喜欢的宫先生。我说的对吗，宫先生？媚儿，你有你喜欢的宫先生，我也有我喜欢的宫先生。我说的对吗，宫先生？怎么办呢？被发现了。媚儿，你父亲，我喜欢的也只是宫羽，这一切
不过是为了让他得到公家大权的爵而已。小妹，你玩我？借用我岳丈大人的话，你也不洗洗脸看看自己几斤几两？妹儿能看上你，你呀，不过是我一个挡箭牌而已。宝贝，我搞砸了，你罚我吧。我们想要的都已经得到了，以后的日子还很长，我们跟他们慢慢算。我的龚大先生，难不成你真对江妹有意思？不对。什么？打断一下二位，现在这场盛宴属于我们两个，你们两个弃子弃女，可以黯然退场了。庶子，我知道哪不对了。啊，哦不，龚宇，其实还是我赢了。其实还是我赢了。我现在夺走了你的继承权，也风光迎娶了江家大小姐。你除了一个女人，4个拖油瓶，你一无所有。你赢了。那些不重要，你想要却一直得不到。我想要的是江家大小姐和龚氏的继承权，我全有了。你说什么就是什么吧。什么意思？别跟他废话了，你去换一下婚纱，一会儿属于我们两个的婚礼就要开始。太好了，我终于要嫁给你了。这事就算结束了，你们两个丧家犬是在这继续参加我们的婚礼啊，还是滚蛋啊？不急，我们两个再看看。你还不走？我走什么？不舒服的是他，你还看不出来吗？也喜欢你。他？怎么可能？要不你问问他。龚烨，你脑子有病吧？3年前的事。龚烨，你脑子是不是进水了？3年前的事你……江小姐，你可以问问你身边的这个人。清醒点，他想离间我们，不然怎么夺回继承者之位呢？离间计。江小姐，你身上的纹身贴纸不是为了迷惑我而加的吧？不然呢？搜他的手机。明天去玩一个江离的胎记。为什么？我讨厌他。我需要跟你解释。你不要生气嘛，我去就是了。小陈，这个是什么时候的录音？爸爸，是5年之前的了。江小姐，如果他不喜欢江离的话，怎么可能在江离没有出事之前让你纹身他的胎记呢？不可能，龚宇是恨你的，他又是你的人，他只是为了报复你才让我这样做。龚宇，快告诉他，你说你不是，你说你不喜欢江离。龚宇，你说，你告诉他你不是，你不喜欢江离。龚烨，你好手段！不可能的，我跟了他7年，他不过是我的伴侣，还是我的信仰。只要他说没有，就是没有。龚烨，你说没有？要不你说说吧。是啊，我从见他的第一面起，我就喜欢他。龚宇，告诉我，这不是真的。我从小在龚家长大，但你、他，还有他们，把我当过家人吗？我好像从出生起就是个错误，我被以老管家之子的名义带入公宅，对你们卑躬屈膝，我处处伺候着你们，直到他出现，一切都变了。只有他会在我除草的时候给我递上一杯白水，也只有他会在吃饭的时候跟我说一起坐下吃，只有他会把我当做一个平等的人来看。那我呢？我在你还没有扶正的时候，就无怨无悔的跟着你。你和他们都一样，你和他们都一样。我什么时候瞧不起过你？第一次见面的时候是大雪天，那时候我刚洗完门口的地毯，然后你就从外面进入。那一次把我像狗一样的叫过去给你清理鞋子上的雪，记得吗？那时候我不知道是你。是啊，按照你的性格，
连看都不会看我一眼，怎么会知道是我？只有他看了我一眼，然后自己把自己身体上的血清理干净。那你既然这么喜欢他，为什么要伤害他？一切还不都是因为你？此话怎么讲？其实我刚进入公家来的时候，没有我现在这些想法。当时我就想，能得到公家的承认，让自己日子过得舒服一点，我就满足了。直到我看见他，我看到你们两个在一起，那个时候我就在想啊，是不是我要是嫡长子，我也可以和他在一起啊？所以，这一切都是你造成的。8年谋划，我用8年去取代你。现在，我也将迎娶江家大小姐了。你知道我这8年是怎么过的吗？8年，但你知道我这8年是怎么过来的吗？所以你让江美闻他的胎记，只是为了一己私欲，对吧？没错，想不到吧？8年前，他让我像狗一样跪在他面前，往后的日子里，他不也一样对我摆姿弄手，还能让我睹物思人？龚成长，我与你势不两立。江美，你现在看清眼前这个男人是什么样子吗？3年前我跌落悬崖的罪魁祸首，究竟是你还是他？当年的案子不是已经定性了吗？是事故而已，这事跟我们没有关系，我还是要嫁给他的。江妹，你到现在还要执迷不悟吗？我爱他，这都是我欠他的，我为他付出一切都在所不惜。洗脑洗得很成功啊！我承认，是我把你拉下来。3年前江离刹车失灵，跟我有什么关系？你可能忘了，江妹从小就有保存通话录音的习惯。你请便，但是我保留有起诉你侵犯我隐私的权利。你可能也忘了，我儿子星辰很厉害，只要在手机中存在过，他都能找出来。星辰，看你的了。星辰，看你的了。恢复数据起码要半个小时，而且我的人已经到楼下了。你觉得有机会吗？是吗？那麻烦你看看后边。妈妈，好了，去吃点吧。现在你还有办法吗？镇江市所有豪门名流全都在这儿，而且刚才发生了斗殴事件。你觉得执法者会给你半个小时？我承认你真的很聪明，但是你算错了一件事情。爸爸，我找到了。怎么可能？看来你对我儿子的能耐还一无所知，还需要我拿出证据吗？还是你自己招？你敢公布？江离，你母亲可在我手里，如果你要是公布的话，那我就在这之前先把她处理掉。宫燕已经将你们把我母亲抬出密室的视频给我看了。你觉得她死了？你可能不知道，念离的天赋是什么？读心术。刚刚上台前，他看了江妹，告诉我说我母亲已经死了。我之所以来到镇江，也是因为提前知道了你们的计划，借机而来。念离说他看不懂宫语。念离说他看不清宫语。那你问问你女儿，知不知道？其实，在计划实施的那天，我就知道江雨柔是你。你知道是我？当然知道，我就想让你亲眼看着宫燕跌落神坛，也想让你看看我。不然现在整容技术这么发达，随便找个人都可以，何必苦苦去找你呢？所以绑架他母亲也是你的意思？当然是我了。我怎么知道你是不是在骗我？戒指，这是我母亲的戒指。不只是她母亲，就连你那个瘫痪的老母亲也在我手里。你想怎么样？当然想看着你们下台，完成我和江妹没完成的婚礼，然后就放了他们。放了？我只能让你们在想他们的时候，通过监控来看看他们，不然的话，你们手里有什么不知道的证据，我很害怕呀。拖延时间，别答应他。2个放1个。你提醒了我，我这么恨你，为什么不现在把你解决呢？我这么恨你，为什么不现在把你解决呢？不然的话，你们手里有什么不知道的证据，我很害怕呀。拖延时间，别答应他。 2个放1个。你提醒了我，我现在给你2个选择：一，你自己跳下去；二，我叫人把你妈扔下去。2个活1个，你自己选吧。宫羽，你有事冲我来。我这么喜欢你，怎么会冲你来呢？不如这样吧，
我把你老相好扔下去之后，我们一起结婚，然后整个江家、公家，所有的财产都是我们的。你该不会想说，这一切都是为了我？当然了，不是你，我也不会走到今天这一步啊。3年前那件事，幕后主导是你。我说了，不是我，不是我。你恨的是宫宴，为什么他一出生就可以是公家的孩子？你恨他，明明是同一个父亲，却有着不同的命运。你爱的不是我，你只是想剥夺宫宴的一切。你只爱你自己。你恨他，明明是同一个父亲，却有着不同的命运。你爱的不是我，你只是想剥夺宫宴的一切。你只爱你自己。你胡说！我明明最爱你了，我比宫宴还爱你。你爱我，你如果爱我，3年前就不会置我于死地。如果换作是宫宴，他宁愿牺牲他自己，也不会牺牲我。放屁！他也会的。他不会。是吗？那我们瞧瞧。宫宴，你要是想让你母亲活命，就现在把江离从窗下扔下去，告诉他，他看错人了，他应该选我。我不可能伤害你。那我现在就叫人把你妈扔下去。你敢？如果你敢碰我妈，信不信我在这就打死你，然后我也从楼上跳下去？也对，你们2个下来吧，让各位名流富商们看了这么久的热闹，这场闹剧也该结束了。我不同意。爸，别说了，我同意还不行吗？闭嘴！我不同意。爸，别说了，我同意还不行吗？闭嘴！你做什么我管不了，但是苏如必须在我手里，我才同意2家联姻。我和我的母亲已经离开镇江3年，没有将任何的镇江的事透露给外人。你难道要置他于死地吗？我宁可养他一辈子，也不愿意让我们江家冒有覆灭的危险。那你有没有想过，这3年过去，我和我母亲可曾跟苏家透露过你的消息？如果我母亲想依靠苏家，你认为你还能活到现在？孽障！闭嘴！我是你父亲。在你夺取我母亲的家财，纵容江妹伤害我的时候，你就不是我的父亲。如果你敢动我母亲，江镇，我会将镇江之事全部说出去，苏家一定会知道，到时候你吃不了兜着走。亲家大可不必的如此紧张，2家联姻之后就是一家人。苏如是在江家还是在公家都一样，一荣俱荣，一损俱损呐。找到了，找到了，地址在江滨路裕华街私立医院顶层客户房间111。温叔，他们可能真发现了女人的藏身处。不可能，我藏得很好的。他女儿可能真有读心术，猜中了你心中所想。你赶紧把守卫电话给我，我通知他们转移。他女儿看不透我，我是不会给你的。就算我掌握了宫宴的母亲，也无伤大局。再说了，另一个本身就在我们宫家的控制之中，不能给他。此人心思缜密，六亲不认，我不放心。但是苏如落到他手里，日后他逼迫我对公家做些什么，你能担得起吗？爸，不是这样的，这么多年我了解他，他如果想的话，他早就做了。他为什么就把苏如给了宫伯伯？闭嘴！倒贴钱的畜生！要不是你，江家会被逼到这种地步吗？这都是你养的好女儿，再不给我就来不及了。你难道就不想想吗？为什么宫业失去了继承人的身份，他还能调动这么多人？你已经来不及了。说，你已经来不及了。说，冯总已经找到了2位夫人所在的位置。行动。哪怕到现在，你还不肯承认3年前你做的一切吗？江离，3年前的一切都是我做的，你以为我不知道啊？你以为我不知道他喜欢你啊？是我，一切都是我。江妹，到现在你还要替他揽下一切？什么叫揽下？本来就是我做的。你想不想知道我为什么和宫里在一起？因为我们有过相同的经历，只有他能够跟我感同身受。我们都曾是见不得光的私生子，我亲眼看着我的父亲为了保护亲手将我母亲软禁在室内。我曾经透过门缝看到我的母亲是如何卑微的讨好我的父亲。我现在好不容易可以风风光光的回到江家了，你又回来，这一次
走了我男人的心。你知不知道，我们每天晚上睡在一起，他叫的是你的名字。我感受过最温柔的抚摸，是他抚摸我锁骨上的太极。江离，你叫我如何不恨你？江离，我做梦都想杀死你！宫羽，你到现在还要躲在江妹身后吗？我不会输的，绝对不会！你们以为这么长时间我手里就没有人吗？你们救不出来他的。宫羽，我承认你很厉害，但我依然瞧不起你。哪怕没有宫羽，你也没有机会。你瞧不起我？你不过是比较幸运而已。你出生就是大小姐，你怎么能理解我这些年的卧薪尝胆？你知道我那3年是怎么过的吗？当年我消失了，江振南就默认为我已经死了，将我身上所有的卡都注销。身无分文的我是怎样找到流落在外的母亲，又是怎样养起这个家的？你不是有苏家做后盾吗？如果我将苏家牵扯进来，你认为你还有资格站在这里跟我说话吗？小三，你好了没？快了，快了，老爹。数据还没有恢复。江妹用的都是非卖品，怎么可能那么容易就恢复数据？你玩我？不玩你怎么知道他母亲的位置？而且还有意外之喜。哥，兄弟们刚上车就被巡警给堵住了，20多个兄弟就我自己跑出来了。喂，许哥，兄弟们刚上车就被巡警堵住了，20多个兄弟就我自己跑出来了。废物，都是废物！是你干的？洪总，2位夫人已经被我救出来了。你还有牌吗？宫羽，你已经很厉害了。你从一个管家之子走到现在，还将宫夜赶出了宫室，你已经很棒了。不可能的，我不可能说你们没有证据，你们定不了我的罪。好了，老爹。江离刚刚出去把车加满了油，停在江宅门外的停车场了。要不我安排人过去剪断刹车线。我去吧，不能全剪断，不然市区都出不了，他死不了。宫羽，你输了。你们当我傻吗？录音不能作为直接证据，况且都过去这么久了，可以造假的嘛。你们定不了我的罪，你们定不了我的罪。如果再加上这个呢？如果再加上这个呢？只是巧合，你有什么证据说这就是我？那你再往下看看。现在你还有什么好说的？不，我不可能输的。宫羽，我们输了。江离，宫夜，求求你们放我们一条生路吧！我和宫羽再也不会回到镇江市了。放了？你凭什么？如果今天江离真的走了，有谁心疼过他们4个？得饶人处且饶人，我家媚儿都是受了他的蛊惑。你有什么要求，现在和我提吧。只要放了他们2个人，宫氏集团未来还是你的呀。刚才他们对我们口诛笔伐的时候，你们2个有谁替我们说过话吗？现在知道得饶人处且饶人了。我告诉你们，你们2个一个都跑不掉。宫夜，宫家已经经不住太多的非议了。宫家，父亲大人，麻烦您想想您自己。宫家，父亲大人，麻烦您想想自己吧。放肆！你连我的话都忤逆了吗？您知道念离是从谁的心里看到了我母亲还有苏阿姨的位置吗？虽然宫羽演技很好，也有文书替你们扛刀，但是他却告诉我，他是从你的心里面看到了我母亲的位置。您不是告诉我，我母亲已经送到国外治疗了吗？这是我和温叔的事儿，父亲并不知情。没关系，你们一个都跑不掉。宫夜，我还有一张牌，如果你今天不放我们2个走，我会后悔一辈子。那你就亮出来让我看看。放了我，要不我杀了他！
不可能！你怎么知道我要干什么？你怎么知道我要干什么？我们的确不知道你最后的底牌是利用我威胁宫夜让你们离开，但你可能也不知道，在你满盘皆输的时候，念离突然能看见你。可当所有的伪装和布局都被揭开的时候，你还能藏得住什么？宫羽、江妹、温良，你们3个因故意伤害罪执行非法拘禁罪，你们被捕了。来得真快啊！是啊，我有一个好女人，早在10分钟之前就已经报警了。临走前，能让我和我的父亲再说几句话吗？父亲，虽然你没能尽到一个做父亲的责任，但是我会揽下所有，不会拖累你。说对不起，我会揽下所有能揽下的罪责。没关系，不管你爱不爱我，我都爱你。没想到最终竟然是这么个结局。这么一折腾，镇江2家最大公司的股价必然暴跌。热闹都看够了吧？今天婚礼取消，今天以后，公家1天不交出所辱，我江家就1天与他势不两立。我让你走了吧？我让你走了吗？宫夜，你都把你弟弟送进大牢了啊！你还想干什么？当然是要让3年前参加江陵坠江事件的所有人获得应有的惩罚，是吧，江叔叔？你敢威胁我？再给你最后一次机会。宫叔叔，这句话也是对你说的。宫夜，好啊，你就找这样的女人。他只不过想找到当年事件的罪魁祸首，他有什么错？3年前，他消失了，不追悔莫及。3年后，我定要让伤害过他的人还一个公道。你们不会把我宫江2家的掌舵人都当摆设吧？你们2个小辈还在我们面前指手画脚了。今天开始，你们2个最好不要出现在镇江，怎么保证不了你们的安全？你们知道吗？这3年我卧薪尝胆到底经历了什么？我回来了，就没打算走。可以开始。我男人说，可以开始。我男人说，可以开始了。你以为我这3年只是养家糊口那么简单吗？复仇这种事，从来不是只靠着男人。龚董事，今天是我们工地建材采购日，但几个长期合作商突然变卦，将建材价格涨了1倍之多。江董事，我们这边情况也一样，是采购还是？不可能，大不了我们另选卖家。我真是小瞧了你们俩，竟能买通我的供货商，但这又有什么用？对不住大家了啊！今天这事搞成这样，一个很高兴的事，那个生活嘛还要再继续嘛。趁着大家都在，我龚氏集团的开发地啊，要急需各类建材的承包招商。有没有哪位老友感兴趣？如果老友们不愿提供援助，那只能将你们清除镇江商会。龚老，我先撤了。龚老，我也走吧。龚老，我也走吧。我也走吧。谁跟你们说我们只收买了供货商？谁跟你说我们只买通了你的供货商？什么？外甥还要等1周，还要提前预交预付款？到底要干什么？我们并不想对你们做什么，只想让你们也尝一尝失去一切最珍惜的东西。老姜，我联系一个供货方，是外省市的，但是呢7天才能到货，人家要预付款，你看怎么样？没事，预付款我先打回去。但是不管怎么样，一定要保持公司在市场上的市值啊！如果就这一个报复手段，恐怕要让你们失望了。谁跟你说只有这一个方式？龚总，我们公司账户上的钱连带着张家拨过来的预付款一起被划走了。什么？因为我们上个月拍的环章区一块开发地
今天才划去款项。龚伯伯，环江区那块地好吃吗？那块地也是你的？我原本是想在那块地建一个医院的，但是看到龚叔叔你这么着急扩建，那我建医院的事也就不着急了，还是要让着龚叔叔您。老姜啊，实在对不起啊，连你的预付款都被划走了，你还能不能……你的那份我先给垫上。好，锦江一区的工程马上交付了，验收后的款项一到，我马上还你。年轻人不要太气盛，我们龚江两家的底蕴你们不清楚，是你们小辈儿想象不到的。是吗？龚总，刚才老何来电话，由于今年公司验收时发现房屋有漏水漏电现象，还请龚董事安排手下挨家挨户检查房屋水电，验收通过之后才会安排打款。哦，我知道了。看来龚叔叔已经是强弩之末了，那就让我送你最后一程吧。你还要干什么？你还要干什么呀？龚董事，我们清退的10几个供货商，因为我们没有按照合同时间付款，已经起诉我们了，金额巨大，我们公司账户已经被冻结了。毒妇，你这个毒妇啊！龚爷，你看你找的老婆。我并没有收买他们去起诉你。不可能，往日里他们见了我，哪个不是卑躬屈膝呀？如果不是刚刚你自己要将他们强硬的逐出镇江商会，他们又怎么会跟你鱼死网破？当在一个以你为首的利益群体中，他们获取不到利益时，你有什么厉害的？不过是冤冤相报而已。老公，你不要着急，我们江氏的现金流非常充足。没用的，我司法务第一时间联系了供货商，他们拒绝庭外和解，我们账户也只能等判决之后才可以使用。我们集团的市值已经跌到谷底了，公司的3大股东也嚷嚷着清股。龚董事，我们要破产了。老公，老姜啊，我再求你帮我最后一个忙，你把我们龚氏集团的股份给收购了吧。老姜啊，你把我们龚氏集团的股份给收购了吧。我们的集团有很大的经济实力啊，你呢又有现金，咱两家联合是相辅相成，一定超过其他省份的1线财阀呀。答应，下午我就派公司的法务到你那儿把合同签了。你说我们晚了一点。父亲先别签，已经晚了。老姜，你是什么意思啊你啊？没什么意思，我的意思是，你已经没用了。您还没看出来吗？他刚刚向龚氏提供那么多帮助，全在拿龚氏挡刀啊！江振南，他说的是真的吗？你觉得龚家会达到如此的盛况吗？那你为什么同意联姻？虽然你龚家的现金流不多，但是我江氏有。告诉你，一开始我就没想跟你合作，而是吞并。我的钱加上你这么多年积极扩张的版图，我江家很快就会扶摇直上，追上苏家的脚步。虽然中间有一些小插曲，但是结果是好的嘛。你就这么确定你可以拿到龚氏？就在我们说话的时候，我已经派人购买了龚氏的股票。整个镇江市，除了我们江氏，谁还有这么大的财力？那如果我说，现在市面上20%的散股都在我手上？你说什么？不可能！只有3年，你这个小杂种怎么积累了这么多财富？在你眼里，可能只有抢来的钱才是最快的吧？你当年你贪图我母亲的天价嫁妆，百般追求，死缠烂打，最后还落了个镇江第一深情的名牌。谁让他行为不检点？我母亲没有告诉你吗？她在认识你之前就怀了别人的孩子，不是你的。跟你成婚也只是为了应付苏家，但你不还是死缠烂打，只为把她的财产据为己有？况且我要纠正你一点，你和我母亲只是形式婚姻而已。你以为她不知道你和那个胡妹子有猫腻吗？强离，你给我住口！强离，你给我住口！是他，都是他，他说过给我机会的。可是我们结婚以后，他连个头发丝都不让我碰。
可以日久生情的。你也配得上我的母亲，还日久生情？据我所知，在你和我母亲成婚后3个月内，你就另行新欢了。我哦，打住！现在我要通知你一件事，就在刚刚我们说话的时候，我同样让我的手下去公示回购股份，现在我占股55%。刚才我说的晚了一点，也就是你手上的5%的股份而已。你是在故意拖延我？没错，但我说的也是事实。就在刚刚江妹被拖走的时候，我看你的眼神，我就知道你根本不知道亲情2个字怎么写。你在乎的只有那一点金钱，还有权利，还有你的家人。你说，公司的股份你有55%了？是啊，江振南。所以说，你手上的35%的公司股份，不过是一张废纸而已。江振南，现在你手里那35%的股份就是一张废纸。那也不见得，你们就能拿我江氏有什么办法？我这江氏不是公氏。别吵了，我说2句。我们家的情况跟他们不一样，我是你的亲生父亲呐。所以那30%的股份，我将全部回收，原封不动的还给你。从今往后，您找个依山傍水的古镇，好好养老。是我害了公家呀。已经不重要。我喜欢的是宫羽，不喜欢你呀。我知道，你很像你的母亲呐，敢想敢做有担当，宫氏集团交给你，绝对是没错的。但是我觉得宫羽特别像我。像你？你母亲跟你说过我们2个的事情不？当时你母亲啊跟我约法3章。当时你母亲呢跟我约法3章，家族企业的事她要管，生活上的事她要管，就是我们2个同床不同床她也要管。我当时就想啊，这是夫妻之间的小情趣，可这时间一长啊也没多想，直到有一天晚上睡觉的时候，她在喊着一个人的名字，一个男人的名字，一个男人的名字。我们宫家本来不是镇江市的人，是因为这是我要答应你母亲的第1个条件，举家搬迁到了这儿。那您为什么到这边来？不知道，这指定跟江氏有关系。你知道我们宫氏为什么总是跟着江氏的脚步追吗？宁可在内部虚弱，也要在其他地方追上江氏。这是我母亲的想法。没错，从那天开始，我就知道我不是她心上的那个人。自从怀了你之后啊，更没有身体接触。那时候我才知道，我只是一个被他利用的工具而已。父亲，我又没有让你跟你母亲说什么，你想知道我为什么软禁你的母亲吗？你想知道我为什么软禁你的母亲吗？哈哈哈哈，不告诉你。父亲，因为我不想像一条老狗一样活在他的阴影下，每天不是被辱骂，就是签署一些我自己都觉得太急的文件，我累了。所以自从他被软禁了之后，原本水火不容的宫氏和江氏越来越交好。我想的是，他越想是拿江氏开刀，我就越跟江氏交好。哎，可惜呀，就差了一步啊！如果不是3年前，我绝对不会对父亲动手。我知道我不怨你，只不过可惜的雨儿啊，这么多年唯唯诺诺，在我们家吃了这么多苦，好不容易我承认了他身份，却遭受了牢狱之灾呀！不说了，我要走了。3年前的事情虽然跟公家有关系，和我没关系。你要去哪？我要去自首啊！3年前的事儿和我没关系，非法拘禁我也得替他扛下来。那您不打算见我母亲最后一面？不见了。公司既然落到你们2个手里，我啊就不牵挂了。他可比你运气多。他比你可运气多了。那是因为他知道自己败了，懦夫一个，连那女人最后一面他都不敢见。那你呢？他们马上就要把2位原配夫人送过来，你不小心？我逃什么？是他对不起我。别以为苏家有什么了不起，我告诉你，再过5年，我就能赶上他的实力。到时候，
一边暗自自毁吧。那恐怕你没有这个机会。告诉你，我已经让公使探出你们的底了。哎，你们两个确实比较有能力，但是就凭你们两个小小的伎俩，想扳倒我江氏，痴心妄想。就凭我母亲给你留下的3个小目标的现金，据我所知，你一直致力于房地产外的项目，最开始做的是江运，整个镇江的江运都是你江氏集团。江叔叔，您之前接了一个从镇江到外省的长途货单，里面是一些医疗器械。你想表达什么？那批货是不是以一个镇江刚刚兴起的叫叶诺科技公司所委托的？据说还下了全额的保单。那又怎么样？我告诉你，我江氏江运集团从来没出现过重大事故。是吗？我刚刚听说，我的货可都沉在了江里。是吗？我刚刚听说，我的货可都沉在了江里。不可能，我的江氏江运集团就从来没出现过重大事故。油液都被您摆平了吧？不过这次可能要让您失望。您可以看看新闻。燕诺科技是你的，这都是你策划的。是我，但这真不是我的主意。我也是才刚刚知道，这么多年与我合作的是江离的繁星医疗。是你？是我，但又不完全是我。你咎由自取。江氏集团的江运我早有耳闻，运输船年久失修，自从大方向改变之后，你也不太管那事。最关键的是，运输货物时只管塞不塞得下，却不管载重。我这批器械体积虽小，质量却不行，只要3码，就一定会出意外。没想到你们小小年纪，竟然有如此的心机。现在你的现金都需要赔付给我们，江振南，你认不认输？虽然江运出了问题，但我偌大的江氏底蕴还在。你以为我们江氏是千疮百孔的公司吗？你还真是不到黄河不死心。你以为你现在面对的只有我们的保单吗？你谎报传灵，还有超重问题。你江家养了多少条运输船，有多少条有问题，你自己不知道吗？江离，你以为我会怕？现在就发澄清公告，将江氏物流踢出集团。明白。江磊，家主，所有的赔偿金、处罚金我们都缴了，我不能进去。江家需要你是船舶公司的法人代表，我的意思吗？我明白，家主，我现在就去自首。你的家人我会照顾的。是。你现在还觉得江氏物流能给我造成什么困扰吗？不愧是江家家主，果然雷厉风行，连扛雷的都已经找好了。什么扛雷的？难不成我掌控的江氏集团还有闲工夫去处理那些20年前就已经成型的物流分支吗？江离，就在这儿来替你母亲报仇啊！就在这儿来替你母亲报仇啊！我一直在好奇，3年前那场车祸是谁在背后精心谋划？结果不是江妹，也不是宫羽，更不可能是宫叔叔。现在只剩一个人，是，就剩下我一个了。但是你只要动不了我江氏的根基，我是不会告诉你谁是主使人的。没事，我在。江叔叔，我在宫市经过我母亲的耳目渲染，对您和您的江氏特别好奇，所以我观察了你好几年。江氏集团虽然旗下有很多分支产业，但是这些分支产业的收入也就是靠江运，每年纯利润上千万，房地产也好，医疗机械也好，不过能保本就不错了。剩下各个领域的公司，每年的收入不过1000万，集团上下每年的总流水也不过100，现在集团总收益也就只有这样。
你怎么会知道我们集团的内部数据？有钱能使鬼推磨吗？您当初不也是以同样的方式知道了公事内强外虚的情况吗？不过这些都不重要，重要的是贵集团在无贷款、无其他盈利的同时，保证充足现金流的基础上，怎么会有3倍去购买闲置的标呢？每个公司都有他自己不为人知的生存之道，我当然不能告诉你。是吗？那你可以看看资料最后2页，实质性的纳税额居然不足实质性收益的10%。江叔叔，您说这是什么罪名？这么多钱里，有多少见不得光的？怎么样才能放过我？告诉我，3年前的车祸幕后指使人到底是不是你？你也以为当年的策划者是我？你也以为是我策划的？一共4个嫌疑人，另外3个都不是。你连承认的勇气都没有吗？如果是我，你觉得我有必要把你们骗出江宅再说？你什么意思？如果我真的想要你们2人的命，我早就趁你们在江宅的时候，放一把大火烧了你们，然后伪装成意外现场。难道真不是你们做的？真的不是我。事已至此，我没有必要不承认。喂，你好，我要举报江氏集团偷税漏税，同时旗下物流公司利用正规委托物偷渡走私铁。你不是答应过我不再提及此事了吗？我可以原谅你，但是被你伤害了千千万万个家庭，可以原谅你吗？我告诉你，我已经查到了你除了公司运营项目以外的其他事情，要么低头认罪，要么反抗下地狱去吧。要么低头认罪，要么反抗下地狱去吧。不可能，每次走后都那么隐蔽，而这个臭小子知道。怪就怪你们江家太过招摇，1年内前后后竟然拍下了整个镇江市60%的标准。我没说，我可以拿我全部的收入去补税。这镇江物流的法人代表他是江磊，我没事的。镇江集团还是我的。在你没说这话之前可能是没事，但是现在有事了。那是什么？直播。我女儿第1次直播就献给了这场精彩的婚宴，感谢有你。直播？小小的手机直播能有几个人看？反正我江氏集团江山稳固，一个小小的分公司影响不了我的大局。时代变了，现在是互联网的时代，你的所作所为，千千万万个观众都可以看到，而你的风评受损，集团的利益也会受损。一诺，告诉他直播间到底有多少人？12万人。你说多少？12万。12万人。你说多少？12万。就是12万。完了，快给我查一查江氏集团的市值，快查！江董事，我们公司的市值一下子下降到历史最低了，还在持续下降，大量股民纷纷套现，操盘手已经挡不住了。董事，集团股东纷纷打来电话要求退股。董事，我司法务刚刚接到电话，相关部门要求您今天下午会谈，就说上门约谈。董事，不用说了，江离，你赢了。这本来就是你欠我母亲的，什么欠不欠的都无所谓了。现在我只问你们，对江氏还感兴趣吗？我可不占你便宜。按照现在的股价，你的股东的，还有你手里那35%公氏集团的股，我和宫燕全部照单全收。你协议吧。好了，我签字。对不起。对不起，身为江家家主，把家族带到这无底深渊，都是我的错。家主，我们不怪您。如果不是您，我们可能到现在都还是一个没落的小家族，吃穿用度都是问题。是您给了我们快30年的风调雨顺啊，家主。都是我心比天高之错，到今天我才知道是自己好高骛远，
且唯利是图。家主，不要再说了，我们真的不怪你。待我把江氏卖了之后，约有500万，除了不交税款之外，我都给你们。这就是我能留给你们的。给我签字吧。你不是想知道为什么我连3个月都没有坚持住，就与人厮混在一起吗？我不好奇。如果你不好奇，就当替我向你妈妈解释一声。天是因为结婚3个月，连句话都没说过，就出去买醉，结果被江妹的母亲下了药。您后悔过吗？后悔有什么用？一步错，步步错。再也不见了，江离。爸爸妈妈，奶奶和外婆都被我接回来了。爸爸妈妈，奶奶和外婆都被我接回来了。这么厉害啊？那你怎么自己先回来了？他们2个咋还在救护车上，我就先回来了。这么好看的场地，没人结婚岂不是很尴尬？你什么意思？我的意思是，趁你和我的母亲都在，把刚刚没有走完的都补上。当初跟你在一起，匆匆就领了证，还没有举办过仪式。都听你的，只是3年前那场车祸，罪魁祸首还没找到，要不然就圆满。不急，咱俩结了婚之后，你我宫江2个集团融合在一起，这么庞大的商业帝国，就不信揪不出来的。女儿，妈，你没事吧？妈没事儿，倒是辛苦你了。江振南已经自首了，他让我告诉你。不在意这些，跟妈回家。妈，我不走，你快收拾收拾，去后台打扮吧。你以为我是夏荷，下了救护车就去后台打扮？妈，我说正经的，我要和宫燕结婚了。你和谁？我要和宫燕结婚了。你和谁？宫燕啊。我绝对不会把她托付给你们家这种人。宫家已经倒了呀，现在宫氏集团都在我名下。我说的不是宫家，你现在就跟我走。妈，我不走，我非他不嫁。阿姨，我跟江离是认真的，我们之前就结了婚，还有了4个孩子。这次他回来，我绝不会让他走。外婆，爸爸妈妈走到一起真的很不容易啊。对呀，外婆，二宝为了救你，连饭都没吃饱。外婆，求求你！外婆，求求你！外婆，求求你了！外婆，外婆，求求你了嘛！宫燕，我问你一个问题。阿姨，您说。如果有人欺负我们江离，哪怕他是你的骨肉之亲，你该怎么选择？跟今天一样。我倒不会为难你们，只不过他的关就难过了。谁？这不就来了？妈。这不是当年倾倒众生的苏大小姐吗？3年不见，坐上轮椅了。哦，这个小丫头出落的真好看，可该不会是你跟峰哥生的女儿吧？你们怎么还活着？你们3年前不就应该死了吗？妈，最好适可而止。如果没有江离，光凭我根本救不了你。夏荷，你我的仇恨没必要迁怒到小贝头上吧？我偏要迁怒！我告诉你，只要你在一天，只要我活着一天，我就要想方设法的让你失去一切。够了！如果您再这样，我只能先请您回去了。没关系啊，我只要知道他活着就好了。妈，您跟他认识？我不认识他，我只是梦里都巴不得他死而已。来人，将太夫人送回去。不必，还是我来说吧。我们苏家和夏家都是苏省的家族，从小我们就认识，我们亲如姐妹。直到一个人的出现，他就是起风。你住口！你不配提他！你住口！你不配提他！阿姨，您继续说。清风在苏省算是数1数2的厉害，什么都会。
他不仅凭一己之力在苏省立足，长得也帅，自然追求他的女生也很多，也包括我和夏荷。你放屁！当时你不是说你不会跟他在一起，你对他不感兴趣吗？是，当时夏荷跟我说，小茹，我好不容易喜欢上一个男人，你不要和我抢他。我直接答应了。追求他的人这么多，就算去了也轮不到我。可是他偏偏就看上了那个不去刻意追捧他的我。他穷追猛打，我招架不住。我也是跟你母亲坦白了这件事，可是他知道这件事之后，他就开始恨我。你往下说呀，你倒是往下说呀！你怎么还和小时候一样火急火燎？后来我就和秦风结婚了，紧接着我就怀上了江离。就在他知道我怀孕的第2天，他向我提出了要借苏家之手，将苏省整合为一家，就像现在的镇江一样。难道他娶您就是为了借苏家的事？燕儿，你别胡说，风哥是一个顶天立地的男子汉，他就是在污蔑风哥。可能是吧，人人都说苏省的苏就是苏家的苏。我义正言辞地拒绝了他，因为我从来不参与家族的事，我对争斗也不感兴趣，更不想因为我影响到家族的选择。然后呢？然后他就和我离婚了。就因为这点小事和你离婚？对啊，紧接着他名下的产业就进行了挂牌出售，也像人间蒸发了一样，消失在了苏省。你血口喷人！风哥临走那天晚上来找过我，分明就是你借着怀孕，强迫他带着家产加入你们苏家。他的产业和你们夏家相比还算殷实，但是和我们苏家相比，他的产业还算产业吗？你是看上了他的才能。然后啊，苏省的风言风语就传出来了，说我以孕逼他加入苏家，结果他不愿意，就自杀了。自杀？自杀？对，就是自杀。所以啊，我就带着还没有出生的你和家里给的一点盘缠，来到了镇江。盘缠？3个月？对，我不是和你说了吗？苏省的苏就是我们苏家的苏。流言，分明是事实。自从你们离婚以后，我找了私家侦探，无数个地方找，根本就没有找到风哥。你能不能冷静些啊，妈！姓苏的，你给我儿吃了什么迷魂汤？你让他放开我，看我不撕破你的嘴！只要你不动手，就放。不动就不动。那夏阿姨？没错，她就是因为我来到了镇江，她不惜违背家族联姻，也要来折磨我。这都是你应得的，我这辈子我都要缠着你，我让你给风哥偿命。所以你自始至终对我父亲一点感情都没有。我跟那个窝囊废物能有什么感情？我嫁给他就是因为他听话，他适合我对苏如展开报复而已。那你和他生下，那苏如都有孩子了，我也要有孩子。以后等我死了，苏如也死了，我让你继续折磨他的儿子孙子，世世代代。原来我是这么来的。不然呢？就凭他也配碰我一根汗毛？还好你长得不像他，像我，要不你这儿子我都不想认。你现在不认也没有人逼你。现在就算了，以我这个年龄再生一个也晚了。夏阿姨她一直都这样吗？当秦风死讯传来的那天，他就已经疯了。你那个便宜老爹呢？还有咱家那个小杂种和他妈呢？父亲已经去自首，宫月因为犯罪进入，他母亲现在已经搬到了公宅。那我们走吧，我们跟他们浪费什么时间啊？我们回去好好收拾收拾那个小贱货。我要和江离结婚。父亲已经将那个房子给了他母亲，我会再给您续新的宅子，我会让司机送您回去。第一句话你说什么？我要和江离结婚。不行，我不同意。我不是在征得您的同意，您同意也好，不同意也罢，这个婚我结定了。宫月，我不同意。宫月，我不同意。这个婚我结定了。别忘了，当初还是您让我去搭讪江离的，说到底，您还算半个红娘呢。当初我同意你们在一起，是想让你跟他玩玩，然后把他甩了。没想到你动了真情，还有了4个孩子。
你以为我是你妈？连自己的本心和身体都能当做复仇的工具？那又怎么样？你是我儿子，你是我身上掉下来的肉。这个世界就是弱肉强食的，他们弱，我们强，他们就应该被我们吃掉。妈，只要你今天不再针对苏阿姨，让我取江离，那你我二人便母慈子孝。如果你不同意，我还是会去的。你将会失去你唯一的儿子。夏荷，你追了我半辈子，你就不累吗？不累，为了峰哥，我死都可以。你就不为了宫宴考虑考虑吗？宫宴也只不过是我复仇的工具而已。我给你3秒钟的时间，你收回刚才那句话。3、2，你不必逼他，这婚我不结就是了。你不必逼他，这婚我不结就是。江离，放肆！有我儿甩你的份儿，哪有你不要他的份儿？宫宴，快起来。宫宴，为了和你在一起，我什么都不怕。但你考虑考虑孩子们。我跟你们走，把他留下，我会给他最好的生活。宫宴，你知不知道你在说什么？我是你亲娘，你要把我扔下？那镇江的一切呢？你也都不要了？我不要，我只要你。宫宴，你敢踏出这里一步，我就死在这儿！夏荷，你闹够了没有？我没闹够，我不会让他俩在一起的，我不会让你开心，我也不会让你女儿开心。所以你连宫宴的感受都不管不顾了吗？谁让他是我的儿子，是我的儿，他就得听我的。你的人上来时带了他们俩的病历吗？宫宴，你的人上来时带了他们俩的病历吗？夏阿姨，你为了不让我和宫宴在一起，装疯卖傻，你不累吗？你才是疯子，你全家都是疯子！说，你把秦风藏在哪儿了？我不许你提他的名字！满城的风言风语，也是你传出去的。流言，这分明就是事实，就是你妈苏如把他害死的。别装了，你累不累？我刚才看了若雨带回来的病历，这上面无论是吊瓶还是口服，都没有精神力的用药。哪怕龚先生再恨，也不可能任你吃傻不给你用药，所以你是装的。哼，好吧，也挺累的，不装了。那我就长话短说了，秦风是不是你杀的？为什么会这么问？他刚才说了一句话，我一下就都想明白了。你想明白什么了？你想明白什么了？我想明白，秦风为什么会消失。为什么？因为他已经死了。早在很多年前，他和我母亲离婚的时候，他就死了。你也认为他是殉情死了？不，他是你杀的。胡说！我那么喜欢峰哥，我怎么可能亲手杀了他？因为你变态的占有欲啊，你自己可能不觉得，但刚才你在胡言乱语的时候，你透露出来的每一句话，都展现了你极致变态的占有欲。那只是胡言乱语而已。其实你和秦风见过不止一次了，在他和我母亲成婚之后，你还无数次去纠缠他，因为你受不了。你受不了你深爱的人和其他人在一起。我是见过他，但是我跟他什么也没有发生过。那是自然。秦风当然人品端正，要不然他也不会受到我母亲的牵连。但是既然已婚的秦风不行，你把他变成单身不就好了？什么意思？是你一直磨着秦风，他受迫于你向我母亲张嘴，说出整合苏省这种试探性的话。秦风跟我说的明明就是你们苏家想吞并他的财产。你可能不知道，秦风当时的身价也不过1个亿出头，但你知道苏家给了我母亲多少盘缠吗？3个亿。出去随便逛一圈，家里又会给3个亿的大小姐，又怎么会贪图别人的家财呢？你说对不对？苏家如果不是强取豪夺，
怎么有如此雄厚的家底？你和江振南还真是一路货色。龚叔叔也说过，他家境还算殷实，但是我估计也就1个亿出头。怎么到了镇江，你们就变成了第2财阀家族？唯一的解释就是你杀了秦风，并且夺了他的家产，所以你借用龚夫人的名义在镇江开设龚氏集团。如果不是嫁给龚叔叔，你连苏省都出不去，对不对？这也只不过是你的猜测而已。难道你真杀了秦风？那你为什么还是不管不顾地追了我半辈子？当然是因为他极致变态的掌控欲啊！当然是因为他极致变态的掌控欲。掌控欲？是啊，当年他面前的障碍被扫平，于是他兴高采烈地去找秦风，秦风也同样热烈地回应了他。于是他就想，秦风是否与我母亲也这样？当然，我母亲不止用过，而且还怀了他的孩子。我们2个什么都没有做。我知道，但是你一定会这么想，于是你一时爆发杀了他。我没有。你杀了他后，当下很伤心，但是你转念一想，他还有一笔高达1亿的遗产无人享受，于是你将他的财产全部清空售出。闭嘴，别再说了。如果不是秦风特别信任的人，怎么会有他的银行账户和各类地契呢？这样才得以让他这么快的销赃成功。如果是我为什么追着你母亲这么多年？因为你在推卸责任，你想向世人说明此事与你无关。我在你的药方里看到了安眠药，这么多年你一定也睡不好吧？跟我说说，秦风是不是每天晚上都来找你？这么多年，秦风应该每天晚上都会找你吧？你没有证据，我可以告你。行，那我们就聊聊有证据的。按理来说，即使夏阿姨你是被逐出家族，但是以你的地位还有容貌，找到一个比龚叔叔更有能力、更听话的，也不是什么难事吧？是又怎么样？当年追我的人可以从苏省排到镇江，那为什么你选择了如此平庸的龚叔叔呢？我当然是看上他忠厚老实啊。这不对啊！想当年，夏阿姨可是爱慕的让整个苏城都惊叹的秦风，究竟是经历了什么，才会选择平平无奇的龚叔叔呢？当然是我知道了，感情上平平淡淡才是真。峰哥那样人，我把握不住。你别骗自己了，你分明就是看中了龚叔叔更加老实本分，好操控，要不然你怎么会一到镇江就创办了龚氏集团呢？你胡说！我胡说？你还记得你和龚叔叔的约法3章吗？那个他也跟你们2个说了。是啊，一般来说，财富到了龚叔叔这个地位，是不太可能为了你举家搬迁的，而这正好也掩护了你离开苏城的目的。你一而再、再而三地主导龚氏，还有江家，更是掌控了龚叔叔的一生，这样你就更好对我母亲下手。我说的对不对，夏阿姨？我说的对吗，夏阿姨？你来了以后，看见我母亲有了我，正如你刚才装疯卖傻时说的一样，你害怕你到最后即使死了，也不能让我和我的母亲去死。为了保险起见，于是你和龚叔叔生下了龚燕。你希望他以后可以像你一样，这样你的心里可以达到一个安慰。如果没有龚叔叔，龚燕就不能洗白。如果我没有猜错的话，龚叔叔的户口本上应该只有他和龚燕，而没有你，因为你是一个通缉犯。而在龚燕成年以前，你应该是无法间接接手龚氏集团的，更不可能跟他离婚。就算像你说的那样，龚燕成年了，我也没有离开他。那是因为你发现了一个可以瞒天过海，让我和我母亲去死的办法。什么办法？那就是借刀杀人。而你借的那把刀，就是尚在襁褓的龚还有他的母亲。你借的刀就是尚在襁褓的龚宇，还有他的母亲。你胡说！我甚至不知道这2个人的存在。你不知道？你不知道的话，他们怎么以管家夫人的身份活在龚家？龚家上上下下哪有你不知道的事？就算我知道，我也没让他俩做什么呀。是，你是没干什么，但是因为你的掌控，于是龚先生变得越来越心态扭曲，终于有一天他去外面偷吃被你发现了，但是你什么也没有说，因为你知道这是你用过之后再也不会用的东西。这一切都是无稽之谈，
你有什么证据证明我知道这一切？你听我说完你就知道了。终于有一天，那个女人怀上了龚先生的孩子，而你没有阻止，因为龚先生即使性格扭曲，但他仍然没有丢失老实的本性。他一定会向你坦白，然后接受你的审判。于是你大度地原谅了他，因为你发现了一个更加缜密的复仇计划。我那是对他们的怜悯，怜悯。你所谓的怜悯，就是将已经怀孕的龚夫人招到龚家，然后趁龚先生不在的时候，对他进行无底线的羞辱吗？羞辱？羞辱？哼，一个贱民！我让他们到龚家来，都是对他们的仁慈。哦，是仁慈，还是为了孕育出新的恶魔？你来到镇江这么多年，一直隐忍着没有暴露本性，你终于等到了龚宇的出生。我等他？我为什么要等他？他是什么东西？他也配？为什么？是为了3年前那一场所谓的意外。是你告诉龚宇他是龚家私生子吧？也是你一直在折磨羞辱龚宇，更是你告诉了龚宇你羞辱他母亲的事情，对吧？让他平日里在龚家，他卑微的像尘埃一样，他拥有了十分极端的内心，也是你一直向龚宇传输着需要得到龚叔叔认可的想法。我真是有点佩服你了，空口无凭的谎话居然让你编成一个精彩的故事，是编的还是真的，自有外人判断。在这场谋划了20多年的阴谋，给龚宇出谋划策，让龚宇去对江妹示好，也是你。要不然，龚宇为什么去追求一个他讨厌的女人呢？如果是我一手扶持龚宇复仇，那么他复仇之后遭殃的就是我儿子。作为一个母亲，我不可能伤害我儿子。你当然没有加害龚宇，因为在你的计划里，等我们母女死之后，你就要将龚宇送进监狱。你当然没有加害龚宇，因为在你的计划里，等我们母女死之后，你就要将龚宇送进监狱。但是他没有进监狱。当然没有，因为龚先生知道了你的所作所为，他知道了整件事情的来龙去脉，同时他也知道只要有你在一天，龚家就没有安宁日子，所以他才不得不将你软禁了起来。我也是今天才知道，原来你和我母亲关押在一起，所以我才将你救了出来。退一万步讲，就算是我做的，你有证据能证明是我做的吗？你可能不知道，虽然我儿子星辰才5岁，但他却是整个镇江市的顶级黑客高手。就在我们聊天时，他刚告诉我，在3年前我出车祸那一天，有一通电话打给了江妹，而那个号码的主人是龚木。我的？你想想吧，你们家的电话卡是谁以你的名义去办的？只有我母亲。是我打的又怎么样？那也不能证明这场车祸的始作俑者就是我。你可能不知道，江妹她从小都有一个习惯，那就是自动保存通话录音。你可能不知道，江妹啊，她从小都有一个习惯，那就是自动保存通话录音。臭小子，好了没？快了，快了！怎么样啊，夏阿姨？你就非要我把事实铁证都放在你面前，你才肯承认你的所作所为吗？你可真聪明啊，苏茹！你生了一个好女儿，不仅3年前的车祸，还有峰哥。车祸是我策划的，人也是我杀的，我认了，我都认了。你不仅害了我，你还来伤害我的女儿，我恨你！我跟峰哥都没有生过孩子，你为什么跟他有孩子？你不配！你为什么亲手杀了他？为什么？就在你们离婚之后，我终于如愿以偿可以跟他在一起。当我们可以有肌肤之亲的时候，我才发现这身体你用过。我不接受，我绝对不接受。所以你就是杀了他。我没有，我没想杀他，我只是想给他换一个完全属于我的躯体。但是我忘了，人会死的。明明是你杀害了他，你为什么还要伤害我的母亲？明明是你杀了他，你为什么还要伤害我的母亲？我恨他，苏茹，我恨你！要不是你答应我之后还跟他在一起，我就不会失手亲自把他杀了，把我最心爱的人杀了。你知道吗？峰哥无数次来找过我，他跟我说，他
他不爱我，他爱的人是你，他让我把你送到他的家，你为什么不去找他？为什么？你真可悲。是你要害他。是我又怎么样？难道你要亲手把我送进监狱吗？还是眼睁睁的看着我离开？她可是你儿子的妻子，你孙子的母亲。那又怎么样？我还是要杀了他，谁让他是苏如的女儿？有本事你就把我送进监狱，不然我就一直缠着他们，一直。你不用这样绑架公爷，我爱他，所以我不愿意胁迫他。我甚至可以原谅你对我做的一切，但是我无法原谅我的母亲，这辈子都站不起来。这婚事就算了吧，公爷。这婚事就算了吧，公爷。别走，法不容情，他应该受到惩罚。公爷，你……公爷，我是你唯一的妻子，你也是我宝宝唯一的爸爸。夏阿姨，人在做，天在看。今天以后，是继续纠缠，还是投案自首？您自便吧。一切都卡得刚刚好。宫氏集团归你，江氏集团归我，也不用财产分割了。至于孩子，你是想带走其中1、2个，还是……如果你想的话，都带走吧。也是，正好你忙起来，孩子没人管。妈，孩子，真是苦了你了。我没事儿，孩子们，跟妈妈回家。这场婚宴直播我一直都没有关，所以刚才奶奶认罪的画面已经发到了所有平台上面了。婚宴直播？什么时候的事儿？从婚宴开始就已经直播了。本来你们来应该是关掉的，但是我隐约觉得事情还没有结束，所以奶奶自首吧。所以奶奶自首吧。我掐死你！我掐死你！你们已经对峙很久了，而且在15分钟之前我也拨通了报警电话，估计他们已经到楼下了。信不信现在我就掐死你，我让你给我陪葬！你不会的，因为像你这种没有担当、自私自利的女人，就算知道早晚都是要死，也会选择晚一点去死。没事的，爸爸，放手吧。可以掐着我，不过估计人很快就进来了，是当场被击毙，还是进去后判死刑，您自己考虑。放开我！你给我放开我！阿姨，在我没有想办法治好您的腿之前，我们的婚事还是先搁置吧。你也是这么想的？你早晚都是我的，我急什么？你在苏城等着我。我在苏城等着你。